哇，广岛的广岛烧果然正宗。这2天不是为了兔子岛来了广岛吗？那肯定要来品尝一下广岛最出名的广岛帅哥个大头，那必须是到处都在模仿但怎么都做不好的广岛烧。搜了一下，大概在广岛车站的附近有这么一家店，它里面的特色菜就叫电光石火啊，非常骚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广岛小哥长得很像宋仲基啊？下岗再就业。说到这个广岛烧的做法呀，其实还有点复杂。它最先是一层鸡蛋饼加一堆包菜，再加一大份拉面，最后上面放鸡蛋和肉，然后再铺上一层面饼，然后我们还在里面加了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所以最后变得就跟包子一样。但不得不说这个味道是真的好，毕竟一口下去7、8种不同的食材，味道特别的丰富，建议多加一点海鲜，不过就是有点油。吃完广岛烧我们还加了一点别的菜，炸鱿鱼和铁板千叶豆腐就不用说了，这个血子鱼也是广岛的特产，铁板之后再用炭火烤，贼香。最后还追加了一份铁板山地鸡，瞬间觉得广岛人民都好幸福啊！这个鸡腿肉特别劲道，你们看到里面的油水没有？这样一顿2个人才300多块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为了寻找这个传说中最古老的温泉，我们也是拼了老命，花了我们整整1周的时间。当然，为了定位这个地方，并且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，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，也做了一些研究，还问了一些当地的温泉专家。最后我们发现它在一个日本叫做白滨的地方，非常的开心。二话不说，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，总算是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在那片礁石背后。这个温泉叫旗之汤，现在是一个私人温泉，虽然对外开放，但是严禁拍摄。不过还好，在我们金钱势力的诱惑下，老板还是答应让我们包了半个小时的场。这里人均只要30块钱，外表看起来非常简陋，就连我脱衣服的地方都可以直接从外边看到，但是一走过这个帘子，把配乐给我换回来。好的，这是一个跟海零距离的温泉池，你们敢信？而且还是比较少见的源泉挂流，因为泉眼在沿海，再加上时不时会有海浪打上来，所以整个池子的盐分是很高的。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泡完之后身上会有一层盐巴盔甲，好险，整个人会瞬间觉得很爽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肯定又想问了，这个池子是不是混浴啊？很残念，并不是。女生的池子被一块板子隔开，男生的池子里面还写了禁止翻越啊，禁止翻越，越靠近海边的水温越低，所以下去之前记得用温泉浇一下自己，但是最好不要太靠近源泉，那个地方温度很高。如果还觉得热，就可以用这种搅水棍自己搅一下就好了。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温泉才30块。我发现日本真正好玩的地方都是不花钱的。你们觉得这个温泉可以给多少分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太牛逼了！卡玩意儿，哇塞，我不管，这应该就是日本最可爱的车站了。这里是日本和歌山的桂枝站，本来这个站要被废掉的，结果工作人员在废掉之前捡了一只猫，然后因为这只猫不是很怕人，久而久之就受到了当地市民的欢迎。之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小玉这只猫被任命为这个站的站长，随后直接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了11亿日元，折合下来6600多万人民币啊！果然还是猫奴牛逼。所以现在站肯定是不废了，还专门在车站旁边修了个猫猫咖啡厅，非常灵性。然后我问了一下店员才知道，看来猫站长每天还是很累的，除了舔毛还要照顾当地游客。周3跟周4是2玉站长休息，所以是4代目来代班。其实如果时间掐得准的话，还可以坐上猫猫列车。这辆电车现在已经被改成了猫奴的天堂，车内的装饰和座椅都换成了站长的样子，好治愈。所以啊，永远不要小瞧一只流浪猫的力量。虽然最早的小玉站长已经去了喵星，但是他的波纹仍然被2、3、4代目守护着。所以现在想来这个地方也很方便了，2杯咖啡1000日元，可以坐一下午，美滋滋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想要住进你心里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，想和你遨游太空里，这时光机看银河系，就我和你，你的。上一次那个翻包视频居然有950多万人来围观，我发现你们的窥探心理还是有点严重的哦。不过巧了，我也是，所以我今天就约了一个我在日本的模特朋友，来看看他的包里有什么。其实模特这个职业的收入在日本并不算高，好像在国内也不算高吧。不说废话，来翻包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哈。第一个是一个消毒液，这种东西随身带总是好的。第二个是薰衣草色的 iPhone 12。第三个卡包，还放了个玉手。第四个出现了，都市丽人标配香奶奶小钱夹。第5个粉饼，好像日本女生都特别崇拜香奈儿。第6个迪奥唇釉，目测是458。第7香奶奶唇蜜，还有一个第8个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これ可愛いですね。なんかリップスティックですか？これは中国の友達からもらった口臭スプレーです。桜とライチの香りがするの。今は日本は桜が満開の季節なんだけど、これを口にかけると、桜とライチの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てるみたいに、すごいスッキリして、甘い味がして、爽快な気持ちになれるの。友達と会うときにこれをカバンに入れて。多好看的帅哥美女，有口气就是劝退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嘿嘿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继续玩野的千人混浴。日本果然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。我最近好像是混浴混上头了，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快不行了。这个地方在伊豆的下田市，是一个海边的温泉旅馆。这个温泉非常的大，一共可以容纳下500对情侣，池子也有很多个，而且都是混浴池。办理完入住我们就脱吧。这里都是很和风的感觉，虽然都是木质结构，但是都很干净。大池子里面还有几对夫妇，旁边是一个中等大小的露天温泉。
泉，源泉就是通过这根主管流下来的，白天泡温度真的刚刚好。对了，这家温泉现在只有一个老奶奶在管理，买完票之后就没人管了，大家全靠自觉。在你享受温泉的时候，老奶奶就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。我必须得说一句，这种海边的和食料理就是好吃，这是我泡的这么多温泉以来是我最喜欢的一顿了，而且第二天的早饭也是海鲜，这样下来一整天才几百块，这样的海边旅馆我真的太爱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我又上日本电视台了。这一次不仅上了 NHK， 还来了很多地方电视台的记者。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被这么多话筒架在那儿。要说什么体验的话，那就是尴尬。这一次为什么那么多记者采访我们？是因为日本最近樱花不是开到最好的时候了吗？我和诺诺就被 JR 邀请去了西日本。那既然是赏樱，不如整一套和服。这种日本老奶奶经营的和服店一般都很正宗，男生穿起来非常快，女生的话就很慢。2个工作人员给你穿到穿1个小时。一般来的时候就是先选衣服和腰带，然后就是换袜子，再底3层外3层的把你裹起来。中途老奶奶还端来了抹茶。像这种比较老字号的和服店呀，一般最后还会给你准备一盘点心，周围一般还会有很多的景点，拍了美美的照之后，还可以到处打卡一些好玩的地方，反正在关门之前换回来就行了。体验完了之后，我们也以游客的身份跟全国的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感受。哇，我是真的希望明年樱花季可以在日本见到小伙伴们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在日本的广岛有这么一座岛，它曾经从地图上被抹消掉，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毒气瓦斯的实验基地，但在2战结束之后，人们也就离开了这个岛。然而他们在走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走，而是留了8只兔子在岛上。然后大家都知道兔子的生育能力是很恐怖的，所以很快30年过去之后，这个岛现在已经变成了广岛一个很有名的景点——兔子岛。现在这儿已经挤满了上千只兔子。要去这个地方的话，必须得先坐JR到中海港这个站，然后坐轮船才能过去。记得在码头的时候买一点兔子的零食，虽然上岛都是免费，但仍然是有人在管理这个地方的，所以兔子还是很干净的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岛之后就很饿，我可没说哈，也不知道野生的兔子是什么味道。但是不管你在想什么，岛上面的兔子是不能抱走的，也不能把别的兔子带到这个岛上放生。你们看这只兔子多可爱，我们就给它取名叫 Yuki 酱吧。但可惜还没有煮熟。Yuki 酱就开个玩笑，这是牛肉。兔子岛上面现在除了很多的遗迹，现在还有了很多的博物馆和温泉旅馆，所以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玩。它也不再是那个以前被地图上抹去的地方了。有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好适合情侣来啊？推荐大家早上的时候来，因为早上的兔子是最活泼的，还可以自己带一些胡萝卜和包菜，但是记得对小兔子温柔一点哦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特别可爱，卡玩意儿。东京大学的食堂居然是这个样子的。每年的3月份呀，就是东大的毕业季。今天有一个东大的博士姐妹总算毕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能有幸看看东大的食堂是什么样子。其实光进东大这个赤门就非常的困难，进来之后感觉这种亚洲扛把子学校好像是不太一样。这个是他们的教学楼，这个是学生自己研发的一些商品，还对外销售。然后再往旁边走就是食堂了，里面的景色和外面真的差别很大，有没有一种特工局的感觉？再来看看菜品，这个价格是着实有点惊人，大概40多块就可以买到一个很丰盛的套餐。据说每天的菜单还有营养师把控，我简单的买了一大份，感觉非常爽啊，才60块不到。但是东大食堂有一个非常变态的规矩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，怪不得这么安静。好啦，吃完饭就要去见我们的姐妹了，还是赶紧收拾一下形象，因为今天早上走得太急了，所以都没时间洗头。姐妹终于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拍照了。所以这样的东大你们可以给多少分？卡玩意儿。